说起来，誓言确实不像其他的七魄那么凶神恶煞。如果就这么看着的话，和一个普通人也没什么两样。怎么了？不是要我修司南吗？趁我没改变主意，给我吧。等回到九宫岭再修吧，这里已经不安全了。我不会离开这个屋子的。要修的话，我只会在这里修。你为什么突然答应帮我们了？你们救了我，就当是我对你们表示感谢吧。而且，整个事情因为司南而起。我给你们修好后，你们带着司南离开，我想，灵也就不会再找我的麻烦了。不是说我们的东西是假的吗？难不成假的也能让你修成真的？你们到底还要不要我修？人心真是充满了讽刺，能产生情感，却不能控制情感。不过这样也好，对我来说倒是方便了不少。只要稍微左右一下他的情感，他就能朝着我的方向不顾一切的前进。要想拖住这些下来，就必须先了解他们的需求。你们要这个司南来做什么？司南，当然是用来指示方向了。把那个磁勺给我看看。普通的磁勺是用天然的磁石雕琢而成，磁勺会受到天地间磁场的影响。正所谓司南之勺，投之于地，其底指南。可是你们这个磁勺是木头做的，地盘也是木头做的，而且一点也不光滑。如果说这东西稍有价值的地方，也只能说它的年代十分久远，但考虑到这个工艺水平，不管看多少遍，这最多只是个制作拙劣的摆设罢了。地盘，傅秋老师，那不是叫司南托盘吗？我就喜欢叫司南托盘，通俗易懂。我告诉你，这绝对不是普通的摆设那么简单。如果只是摆设的话，我们犯得着来找你吗？一个木头做的司南，你们如此看重。如果这不是普通的摆设，那么其中的玄机又是什么呢？玄机嘛，玄机当然不能随便告诉别人了。要是满大街都能乱嚷嚷的话，还能叫玄机吗？喂，说了半天，你倒是修还是不修？修。既然答应了你们，那就当然要修。只不过嘛，先从简单的修起。哎，看看吧，一个木头磁勺和一个并不光滑的木头地盘，到底能指示出什么呢？啊，磁勺怎么会自己转了起来？是元气
普通的司南受天地间磁场影响，而这个，看来就是受元气影响了。这么说，这个指向就是……还不一定，不要随便下结论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再试试好了。元气好像放多了一点儿。有人喝茶吗？请用吧。如果指向一致，那肯定是无极之渊的位置了。这个巧匠真是比我预料的还能干呢。本来只是想尽可能拖延时间，没想到外大正着，更没想到那个司南竟然是靠元气驱动的。如果真的指示出了他们要找的地方，那他们一定会立刻动身，我就没有机会问清楚艺术的情况了。接下来该怎么办？其实，你可以相信我们。你心里怎么想的，我们其实早就知道了。你不用紧张，你替我们修司南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也应该感谢你。放心吧，我们会帮你搞清楚誓言和你妻子的关系的。原来你们……这不值得吃惊。你一再拒绝我们，偏偏在我们要走的时候，跑来说愿意修司南。很明显，你是想拖住我们。为什么呢？自然是你想搞清楚你妻子的事情了。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？对不起，我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留下你们。那个叫誓言的，可能是我最后的机会。如果错过了，恐怕我这一辈子就再也不会知道艺术的下落了。秋实大叔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帮你查出事情的真相的。可恶！看来这家伙被夏兰说服了。他要是上了9宫岭，事情就麻烦了。是时候控制他的身体了。等等，现在磁烧还没有停下。如果确定了无极之渊的位置，我只要尽快回去禀告贾叶大人，我们就一定能赶到夏兰之前到达无极之渊。如果没有确定位置，现在巧匠正有意帮夏兰修复司南。我等到司南修复那一刻再动手也不迟。左手余力，何乐而不为呢？磁烧停下来了。方向和之前的不一样。还是不行吗？现在可以确定的是，这个司南需要元气来驱动。但为什么不能指向？我觉得还是这个磁勺的原因。我刚才说了，司南地盘的木质非常古老，而这个磁勺的木质则比较新。你们等等，
就是这个。扶桑树。就是大叔，你的意思是？扶桑是传说中的树，我只能告诉你，如果这本古书没有错，那这个地盘确实是用扶桑木做出来的。古书没有错，扶桑确实存在。啊？看来我们越来越接近答案了。司南托盘是用扶桑木做出来的，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司南会对元气有反应了。我说过，这个司南要发挥作用，托盘和瓷勺缺一不可。瓷勺不是扶桑木所造，问题确实是在瓷勺身上。那真正的瓷勺究竟在什么地方呢？你看什么呢？你的发簪是不是用扶桑木制成的？哦，这根发簪确实是用扶桑木制成的，但这个和司南有关系吗？把它给我。怎么了？快拿来呀！喏，霞兰玉，这里面应该有元气吧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情况和之前的都不一样。有反应，但是不能转动，这说明什么呢？好像被吸住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看起来，这个发簪和托盘就像是一体的。浮丘，你得到这个发簪的时候，破阵统领没跟你说过什么吗？说什么？好像是说了一大串话的。让我想想。我得到这个发簪的那天，就觉得这个和别人的不一样。我感觉不到所谓的强大的元气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使用它，甚至我不能把它封入我的体内。浮丘，你想到什么了吗？我记得破阵统领说，这个发簪传下来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，其他的他也无从知晓，只是告诉我说我注定在寻找中找寻答案。找寻答案？什么问题的答案？答案？为什么这个神坠会选择我？说来也巧，我后来负责的任务大部分都是搜寻调查。曾几何时，我以为自己很接近那个答案了，可是在后来的寻找中，我才发现，其实自己离那个答案很远。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？把司南给我。就是大叔，您这是做什么？刚才浮丘拿着托盘的角度，我正好看到了托盘底部，觉得有些古怪。后来仔细一检查，发现漆的下面木纹全是混乱的。
是什么东西？之前我完全没有注意到。这些碎块，每一块都可以移动。直觉告诉我，答案也许就在这里面。看起来这就像是一个拼图。拼图游戏吗？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复杂的拼图。以前玩过的拼图游戏，不隔难易，总能从一块或者几块碎片中估计出要拼的东西。可能是人，也可能是物，甚至可能是一个字，或者是一个符号。但这个，我根本看不出任何东西来。这些木纹究竟要拼成什么呢？鬼爪究竟在干什么？怎么还不动手？这个小子体内有灵力，很好，他的灵力也是火属性，这下好办了。哼，该催一催鬼爪了。都能隔绝灵力吗？无所谓，提取灵力对于七魄来说，可是易如反掌的小事。都过了换班的时辰了吧？千钧这家伙都不来替我。算了吧，我去叫他。喂，誓言，我知道你隐形了，你骗不了我的。不会吧，真逃跑了？誓言逃跑了！不可能，他不可能逃出我的结界。我亲眼看到的，结界里没有人了。誓言跳上屋顶逃跑了。傅秋，你们留在这里，继续研究司南，我去看看。你们怎么都没睡啊？秋池大叔同意帮我们修复司南了，所以秋池大叔在哪儿呢？鬼谷暗语。鬼爪，你动作太慢了。是你没有耐心吧？打乱了我的计划。不过没关系，该知道的我已经都知道了。而且，你既然给我制造出了脱身的契机，我又怎么会放过呢？东西到手了吗？鬼爪，秋池大叔被鬼爪附体了。秋池大叔一直和我们在一起，鬼爪是什么时候？在百草谷，秋池和我们分开了一会儿，还记得吗，战士？秋池大叔，快跑！叶黑西老师，秋池大叔，等等！应该就是那个时候，鬼爪附体了秋池。现在看来，这一切他们是早就计划好了。不错，我们的确早有计划。
当时我守在这个老家伙从百草谷回来的路上，你不知道他当时那个模样，那么悲伤，充满了对自己的恨意。我轻轻松松的就把他附体了，然后跟着你们神不知鬼不觉的回来了。啊！秋池大叔，秋池大叔！展池，我们先回去。霞兰，我们还真是有缘呢，分别才没多久，就又见面了。上次在媚谷是我失手放跑了你们几个，这次嘛，你们可是一点机会也没有了。没机会！火离耀月！无知真是可悲呀！就像这个老家伙一样，还以为自己能找回妻子，其实呢，他自己都没有发现，他的心早就放弃了。你胡说什么？秋池大叔才不会放弃，他一定会找到他妻子的。一定，一定！小子，这个世界上要说有什么是一定的，那就是力量。除此以外，什么都是不一定的。给我记好了。哼，告诉你吧，我在他的心境之中看得一清二楚，他的心一遍遍在呐喊：放弃吧，放弃吧，不会有结果的，所做的一切都是白费。哼，听明白了吗？这话其实很适合现在的你。好了，龟爪，我们还有正事要做，别耽误了。知道，知道。我最不喜欢的就是附体了，还是现在这样舒服啊！秋池大叔，你没事吧？哼，真是爱管闲事的小子。放心吧，我们还用得着这老家伙，他不会有事的。反而是你们，大难临头却还不知道。什么都没发生啊，虚张声势吗？说我虚张声势？哼！鬼谷暗语，无声无相。你们就像一群可怜的羔羊，坠入了万丈深渊。你们的呐喊没人听见，你们的反抗尽是徒劳。哼！只要我愿意，这鬼谷暗语永远都不会打开。少吓唬人！你给我听好了，我们一会儿就能出去，然后我要狠狠地揍扁了你。出去？你听不懂吗？只要进入了我的鬼谷暗语，就永远别想出来了。因为在这暗语之中，所有的攻击都将是无效的。水砍，严冰斩。火离耀月！
可恶！大家一起集中力量！打吧，尽情的打吧。打累了，元气没了，你们就会明白我说的。只要在鬼谷暗语之中，一切攻击都是无效的。誓言，现在浮丘自顾不暇，他的结界开始变弱了。一会儿你就可以带着这个老家伙离开了。你留下干什么？哼，当然是为你争取时间了。而且，等他们耗尽元气的时候，我就可以一个个除掉他们，然后拿到神坠了。拿到神坠？你还是老老实实先看好这些匣篮吧，别让他们再来干扰我。哼，誓言，你太小看我了。放心吧，他们能来干扰你，除非我被干掉了。有挖苦我的时间，还不如快点弄清楚无极之渊的位置。普通附体的话早就醒过来了。鬼爪，你对他做了什么？也许是我在他心境潜伏得太久了。不用担心，他会醒过来的。我们可没时间等着他醒来。鬼爪，你为什么要留那么多灵力在他体内？你知不知道这样会害死他的？我不喜欢附体，我也不擅长附体。为了救你才这么做。如果我是你，可不会反过来质问自己的救命恩人。看起来你很关心这个老家伙嘛。我的眼里只有任务。他要是不行了，你就只能拿着一个不能用的司南去贾叶大人面前解释了。哼。一说，接着修复它。我的屋子啊，那是什么？你是？这么快就把我忘了？你们想干什么？匣篮，那些匣篮呢？你的废话真多，还是先顾自己吧。鬼爪，你少说两句。你别怕，修复司南，你就不会受到伤害。甚至，我们可以放过那些匣篮。师爷，还不走？还没放弃吗？打吧，打得越多，元气耗得越多，正合我意。你们会把那些匣篮怎么样？我说了，只要你配合，他们就不会有事。你现在要做的就是修复司南。我真的没有头绪。大名鼎鼎的巧匠秋池也会没有头绪？啊，对不起，我差点忘记了。
以前你也偶尔会有这样的时候。最近的一次嘛，我想想，我想起来了。你呢？什么？怎么想不起来了吗？要我给你一些提示吗？想想易硕失踪的那天吧。怎么了，秋池？修得不顺利吗？这玩意儿修起来有些麻烦。别担心，你一定能找到解决办法，修好它的。说实在的，我没有什么头绪，不知道能不能修好。尽力而为。那百草谷，没关系。你不是想让我陪你去吗？易硕，拜托我修东西的人远道而来，现在还在桃源镇，等我修好了才能回去。你看，能不能？看你着急的样子，我都说了，没关系的。我下午也不是一定要去百草谷采药，正好我先去桃源镇看看病人，他现在应该还用不上那味药。安心的修吧。下次我一定陪你去。你一次次的失约，易硕总是理解你，你也总是认为还有下一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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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却不知道最后一次已经悄悄来临了。慢一点儿，不能出一点错。稳住。秋池，秋池，秋池，我的病人，他需要那味药材，我现在必须去百草谷。啊！可是那药草很难，小心点儿。你能不能？什么？没事了，我走了。好。修好一半了。易硕，易硕，你快来看看，易硕。天都这么晚了，易硕去哪里了？易硕刚才说去采药草了。易硕，易硕说有株草他很难采到，需要你帮忙。你听不到，而且你也不知道那株草长在悬崖上，你什么都不知道。你虽然赶去了百草谷找易硕，但是你晚了一步。你看到了什么？你还记得吗？一株浸没在血里的草。别说了，别说了！怎么？你不是一直想知道他的情况吗？我可以告诉你。易硕独自采草，从悬崖上跌落了下来，受了伤。这一点，相信你也看出来了。你或许还以为易硕被好心人救走了，所以你回家等候。可好几天过去了，易硕没有音信。一天天过去了，易硕还是没有回来。你开始猜想，易硕是不是真的生气了？是不是他对你彻底失望了？
是不是他再也不回来了？难道不是这样吗？其实你心里非常清楚，我不可能是异术。但让你困惑的是，他的情况我却了如指掌。修好了司南，我会全部告诉你的。你不要食言。易恒熙老师，辅修老师，在这个结界里，我们的攻击真的没有效果吗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安静，安静！没见我正在想办法吗？想办法？那辅修老师，你想到什么了吗？哼，战池，你知道一个优秀的侠岚和一个差劲的侠岚有什么区别吗？在困难面前，一个优秀的侠岚会悟出解决之道，而一个差劲的侠岚则只会求助于人。我才不是差劲的侠岚呢，不就是个破结界吗？我还有力气，我一定要打穿它。易恒熙，你也发现了吧？看来，那就是一切攻击无效的秘密吧。战池，没事，我还撑得住。战池，你知道作为一个优秀的侠岚和一个差劲的侠岚有什么区别吗？我这不正领悟解决之道吗？哼，差劲的侠岚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只会一意孤行，走进死胡同，而优秀的侠岚则会采纳同伴的建议，找到正确的解决之道。想知道解决之道吗？辅修老师，你想到办法了吗？听过这句话吗？同一只脚无法2次伸进同一条河水里。浮丘老师说的是，第一次踏进的河和第2次踏进的河是不可能一样的，因为河水是流动的。哦，没错，不论你伸脚缩脚的速度有多快，因为河水已经移动，而且严格的说，你的脚也已经不是刚才的那只脚了。这样啊？哼，没错没错。不过你再说说，有什么关系呢？这个嘛，要想2次踏入同一条河流，除非让时间静止。时间静止？哼。混乱的木纹，这些混乱的木纹究竟代表了什么？究竟能拼出什么图案呢？可恶，一点头绪都没有。这个感觉怎么可能？鬼谷暗语被攻破了。很惊讶吗？鬼爪，你可真会唬人呢！攻击无效，照我看，应该是一击奏效吧？这怎么可能？哼，鬼爪，还记得吗？我说过，我们一会儿就能出来，然后我要狠狠揍扁了你。
想不明白我们怎么能破坏你的结界吗？哼，告诉你也无妨。听好了，要想2次踏入同一条河流，除非让时间静止。时间静止？别那么紧张，现在这道题比时间静止要简单一些，我们只需要让河流静止就行了。让河流静止？浮修老师，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？展翅，你刚才攻击结界的时候，没有感到什么吗？为什么你一次次蹦气，一点效果都没有？刚才每一拳打上去，明明是打在了结界上，但总感觉打偏了一样，不知道打到什么地方去了。我之前的岩冰斩也是一样。我也是。陈月，你应该能感觉到吧？结界上灵力的流动。灵力在结界上不断的流动着，朝着一个方向环形运动着。没错，灵力流动着，让河流静止。浮修老师，难道你的意思是，我们得终止结界上的灵力流动？对。但终止了灵力的流动，真的就可以打破这个鬼谷暗语吗？当然可以。我们之前的攻击都感觉像是打偏了，没有对结界造成破坏。其实，原因就是灵力的流动，不断流动、循环的灵力，把我们的攻击分散到了结界里的每一面。结界里每一处的灵力都分摊了我们的攻击，所以真正击中一点的元气就很少了。再加上身为七魄的鬼爪的实力，所以不管我们怎么攻击，结界都完好无损。明白了，要攻破鬼谷暗语，就必须让流动的灵力静止。可是，要怎么做呢？逆向蹦气。对，一会儿我会逆向释放元气，但需要注意的是，要做到让灵力停止流动，只有1瞬间的时机。如果把握不住，元气过于压制灵力，其实只是相当于逆转了灵力运行的方向。所以，必须在绝对静止的那一瞬间发起攻击，明白了吗？伊恒熙，攻击就拜托你了。好，开始吧。好。就是现在！就这样，你这个什么什么无效的破烂儿被我们破了。破了我的鬼谷暗语又怎么样？不过别以为你们这就算赢了。该走了，当务之急是要找到誓言。可是去哪里找啊？唯一的情报来源已经被浮修老师给打没了。用不着问他，跟我来。真没想到，原来发簪子就是浮球老师的神坠啊！只要跟着发簪子里的元气，我们就能找到他们了。大家听好了，找到誓言后，速战速决，救走秋池，夺回司南，否则誓言一旦隐形和我们周旋，那就麻烦了。一点办法都没有，这到底要拼出个什么来呀？居然能找到这里，鬼爪已经被你们干掉了吗？还是担心你自己吧。
还等什么？动手吧！等一等，不要动手！叶痕熙、浮秋，求求你们不要动手，只有他能告诉我易硕的下落。我说的是你修好了思南，我就告诉你。可是现在，算了，无所谓了。你想知道什么？易硕的下落是吗？告诉你吧，他就在这里。你的意思是，你是易硕？一半一半吧，至少这身体是他的。多年前，我身负重伤，逃到了一处山谷，碰巧遇到了一个女人，她是易硕，而那个山谷就是百草谷。当时的他从山上跌落下来，划伤了腿，不能动弹。一开始，我察觉到易硕心中的一丝怨气，于是附体到了他的体内。那天，你本来答应他陪他来百草谷的。附体？既然附体，那用回声闪电不就行了吗？七魄在垂危时的附体，并不像平时可以去转化人类成为众灵，而是直接霸占了人类的躯壳，为己所用。这样的情况是没有办法驱除的。叶痕熙，你们说的是真的吗？我一次次让易硕失望，伤了他的心。我知道，他不会原谅我了。你错了。我错了。可惜呀，我确实比你了解他。我自认为抓住了他的怨气，可是，在他的心境之中，我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。我刚进入他心境的时候，看到的是怨字。我准备控制易硕的身体，可是却发现，没错，是一个更大的爱字。我本来不想进入这个古怪的心境，但当时那里只有易硕一人，不附体他，我就活不下来。在我逐渐占据他身体的那段时间里，我看到了并拥有了他的记忆。受到他情感的影响，我理解了易硕深埋心底的一丝埋怨，也是因为被爱驱使产生的。还记得以前易硕是怎么鼓励你的吗？唉，我最近做的东西还是没人喜欢。没关系的，不要放弃。我相信你的发明一定会得到大家的认可的。可是，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。我晚上睡不着，一直在想，究竟是什么地方做的有问题？没什么问题，只是我觉得发明创造不能总是窝在家里，
你应该出来走走，看看这个世界，敞开你的心扉，你会发现自己会有很多改变。很多改变？对呀，比如你的气就会越来越顺，气顺了，身体好，心情好，灵感自然也一个接着一个了。我的气？人体内的气如果不顺的话，一切都会不顺的。我给病人治病，很多时候其实就是替他们理气。万物皆有灵，天地间的气其实和我们体内的气差不多，只不过天地间是先天之气，气在不停地流动。万事万物只要气理顺了，一切也就都顺了。比如树叶经脉，比如大树的年轮，比如山间的泉水，这都是气在流动的表现。理顺了我的气，真的会有很大的改变吗？相信我，这样一个支持你、鼓励你的妻子，怎么可能说离开就离开呢？哼，说来可笑，这些话居然会从我这个灵的嘴里说出来。对，我是灵。为什么他要这么做？身为七魄，任务是最重要的。誓言，在易硕的影响下，他和别的七魄似乎有了一些区别，但，唉。秋池大叔，你怎么了？没想到，鬼爪附体秋池的时候，在他的身体里留下了一个灵树，灵力现在已经侵入他的心脉了。秋池大叔，秋池大叔，我该去陪他了。秋池大叔，你别这么说。以前，他最喜欢在这枫树林中散步。真迟，不要放弃寻找自己的姐姐。没有帮你们修好司南，真是对不住。我的气。等等，人体内的气如果不顺的话，一切都会不顺的。万物皆有灵，天地间的气其实和我们体内的气差不多，只不过天地间是先天之气，气在不停地流动。万事万物只要气理顺了，一切也就都顺了。比如树叶经脉，比如大树的年轮，比如山间的泉水，这都是气在流动的表现。原来是年轮。所谓的拼接，就是让树纹的纹理恢复到原本生长的样子。
这样，数文一顺，其中的气，自然也就理顺了。太好了，秋池大叔，你成功了！秋池大叔。这不是迷雾石阵吗？无极之渊就在迷雾石阵，不会有错的。这就是无极之渊所在。好，我马上报告九宫岭。无极之渊。易痕熙和浮丘他们已经确定了无极之渊的位置。另一方面，从申屠组调查的情况来看，灵目前并不知道无极之渊的位置，而且莫伊体内的神坠也还没有取出。九宫岭现在要做的，就是镇守无极之渊。九宫岭怎么还不派海东青来呀？啊，云丹老师，九宫岭已经收到你们传回的消息了。浮丘老师，破阵统领需要你回九宫岭。接下来我们的任务是什么？
我要和天净沙、浮丘准备一个阵势，加强无稽之渊的封印。这样，就算贾叶找到了无稽之渊，也不会轻易地解开第一层封印。但我们准备这个阵势要很长时间，因此，我需要一支先遣队去镇守无稽之渊。易痕熙、申屠等人在外，可以随时前往，但这还不够，我还需要一组人。这么说，我们要和申屠组会合，然后再一起前往无极之渊。毒龙、霞鹿、木易，破阵统领让我随意挑选侠岚组成一组，我就选了他们。好，我们出发吧。你们小心一点。尤其是你，凡事多动脑子，别总是那么冲动。那我们无极之渊见。听说今天上午破阵统领要召开震天使大会，不知道诸天殿会不会接到什么任务？还用说？肯定又是留守诸天殿，原地待命。就算有任务分给诸天殿，那个代理镇殿使也只会派2仪侠岚去执行，他不会带我们执行任务的。唉，那家伙根本就不相信我们的能力。没错。那我们偷偷离开9宫岭去看扰龙老师，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咱们天天在诸天殿无所事事，还不如去看看扰龙老师呢。游不动。那些包子是我们的干粮，饿了才吃的。可我已经饿了。屁婷，把包子还给我吧，我不吃了还不行吗？嘿嘿嘿，屁婷，碧婷，怎么了？我感觉到了灵力，而且是很强大的灵力。我绝不能让贾叶大人失望。身体已经复原了，但是体内的灵力还没有完全恢复。无极之渊，迷雾石阵。我要尽快把这个消息告诉贾叶大人。先让灵牙把这个消息传回媚谷。有元气。地坤风云炮！
抓到谁了？喂，里面那个，报上名来！气魄，鬼爪，鬼爪。我很快就回来。你说你是鬼爪？正是。杀了扰龙老师的就是你。扰龙，聚土成山。原来你们几个是扰龙的学生。怎么，想替你们的老师报仇吗？你们的老师都被我干掉了，你们几个无能的小鬼又能干什么？哼！你们真的以为这种结界能困住我吗？本来可以直接干掉你们，不过我现在有更重要的任务，那就是把无极之渊的位置告诉贾叶大人，所以就不陪你们玩了。无极之渊，小心！那边追！一定要阻止鬼爪，绝不能让他把无极之渊的位置告诉贾叶。等等，先给九宫岭发出消息。哦。眼下最重要的是把无极之渊的位置告诉贾叶大人，而且我体内的灵力还没有完全恢复，还是先避开这3个侠岚为好。刚才我感觉鬼爪身上的灵力很弱。哼，谁管他弱不弱？弱我也照打。为扰龙老师报仇，我才不怕别人说我胜之不武呢。不管怎么说，鬼爪是个气魄，我们不能掉以轻心。即便无法干掉他，也一定要拖住他，直到增援到来。这条通往媚谷的路怎么被封死了？难道这是……聚土成山。地坤风云炮！
鬼爪，你休想把消息传回媚谷！游不动。啊！扰龙老师。地坤风云炮！水砍，星云。鬼爪，你输了。输了。既然你们这么难缠，那我就先干掉你们。可恶的扰龙，变成山也要在这里挡我的道。不过这样也好，我就让你看看这3个小鬼是怎样倒在你面前的。大家小心！这怎么回事啊？我的土遁被灵煞烫穿了！这可不是什么灵煞，而是我的灵术噬骨煞。被击中的任何东西都会被我的噬骨煞腐蚀，直到化为乌有。快闪开！泽对苍灵。闭停！扰龙，我这就送你的宝贝学生过去，给你陪葬。噬骨煞。还游不动。
黑西老师，上面说什么9公里刚刚收到消息，游不动他们遭遇了鬼爪。鬼爪？可是，鬼爪不是已经被我们……具体情况只有到了那里才知道。云淡，你们继续前进，与申屠他们会合后，先赶往无极之渊，我们随后就到。咱们去接应游不动他们。是。中了我的噬骨杀，早该没命了。没想到你们竟然能扛到现在。刚才被击中时，我感觉到有一股元气保护了我，那感觉是那么的亲切熟悉。那个元气是……刚才从游不动护腕中涌出的元气，没错，是扰龙老师，是扰龙老师的元气。刚才保护我们的，是扰龙老师的元气。扰龙老师的元气，没错，扰龙老师送给我们的礼物看似普通，但里面却蕴含着扰龙老师的元气。在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，扰龙老师的元气就会出现，保护我们。扰龙老师，原来扰龙老师一直在保护着我们，一定不能让扰龙老师失望，一定要打倒鬼爪，替扰龙老师报仇！打倒我，报仇！游不动。真是没用的家伙，报仇！哼！游不动，这么硬拼是打不过他的。
结局吗？那就让我来告诉你。睁开眼，好好看看，你的结局就是化成一堆枯骨，在这里陪你们的老师。你以为有扰龙留下的元气保护你，就能战胜我吗？泽对，聪明。扰龙，你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你的宝贝学生，你的胆小如鼠、只会躲躲藏藏的宝贝学生。游不动，刚才你不要命了吗？我不管，我一定要打倒鬼爪，替扰龙老师报仇。莽打莽撞是没用的。碧婷说的没错，扰龙老师的元气早晚会耗尽，我们不能只靠扰龙老师的元气保护自己，必须想想其他办法。鬼爪的尸骨上就像强酸一样，而鬼爪就像一个能源源不断制造强酸的怪物。强酸？扰龙老师的元气一旦被耗尽，我们再被尸骨煞击中，那后果……所以，我们必须速战速决，一击制胜。可是，我们的霞兰术根本无法打倒鬼爪，我们的元气不够，到底该怎么办才好？游不动，游不动！我和归海都快抓破头皮了，你怎么还在这发愣啊？我想到对付鬼爪的办法了。我记得有一次蒸包子，我忘了放面起子，蒸出来的包子又酸又硬。老爸让我重新蒸，可那时候偏偏面起子又用完了。当时扰龙老师提醒了我，让我从土属性的元气里提取面起子。从土属性元气里提取面起子？面起子就是碱，土属性元气里就含有碱。没错，我把土属性元气里的碱提取出来，加到面里。然后包好包子，开始蒸。可是没蒸多大一会儿，整笼包子都炸得没影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碱分很多种，有的碱和水相遇会产生高热，释放出巨大的能量。啊，龟爪的灵力就是水属性的。如果游不动有足够的时间，从土属性元气里提取出碱，注入到崩云炮里，那崩云炮就能爆发出巨大的能量。还不止如此，据我了解，碱和酸碰撞，能爆发出更强大的能量。酸？鬼爪的体内就有酸。想想，注入了碱的崩云炮，一旦击中鬼爪，我们也许就能一击制胜。碧婷，我们也会游不动，尽量牵制鬼爪。原来你们躲在这儿。游不动。
了。游不动，快啊！游不动。去见扰龙吧！游不动，快躲开！你停！就凭这点力量，还想打倒我？听好了，我乃9宫岭诸天殿镇殿使扰龙是也，他们都是我的学生。孩子们，报上名字。不管你是何方神圣，碰到我扰龙，你也只能自认倒霉了。当回神闪电照亮傀儡时，傀儡的影子中会出现一个代表被附体者邪念的字，这时灵就会被驱赶出人体，要不然等过一段时间，灵自己从傀儡体内出来时，这个傀儡也就变成灵了。说得很好。老师教导有方。扰龙老师，教我那个神炮吧。地坤崩云炮。就是那个地坤帮云炮。霞兰之名，意味着守护。慢慢来，觉悟要那么简单，还能叫觉悟吗？游不动，对手可是赤天殿最厉害的千军啊！扰龙老师不是经常教导我们要不畏艰险吗？何况我是土属性，正好克千军的水属性。更何况我还得到了同样是土属性扰龙老师的真传霞兰术呢。也有道理啊！我决定了，游不动第一个出场，其次是碧婷、归海垫底。游不动一定会站起来的，他一定会赢得比赛的。我很快就回来。这是扰龙的元气。地坤崩云炮！干得漂亮！老师，扰龙老师。
你看到了吗？我们打倒了鬼爪。扰龙老师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谢谢你，扰龙老师。由不得！鬼爪也被干掉了吗？誓言和鬼爪都失败了。霞兰已经知道无极之渊的位置了。祝文、班郎，密切监视他们的行踪。没事吧？听伊恒熙老师的意思，他们3个要和我们一起前往无极之渊。他们加入，咱们还能增加一点战斗力。现在浮丘老师也差不多到9公里了。浮丘老师、天净沙老师还有破阵统领，他们可能已经开始为加强无极之渊的封印做准备了。只要加强了封印，是不是贾叶他们就没办法放出穷奇了？不知道，至少我们的时间能够更宽裕一些吧。无极之渊居然在迷雾石阵里面，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？对了，展翅，你不是说你去过迷雾石阵吗？去倒是去过，不过当时雾蒙蒙一片，除了一些傻乎乎的石像、讨厌的傀儡和这家伙，不记得有什么特别的。喂，当时你有没有看到什么奇怪的东西啊？喂，问你话呢。
你当时看到什么了？千钧，我说，你呆坐着瞎琢磨什么呢？没什么。这家伙平时就有些古怪，今天更古怪了。陈月，咱们说咱们的，甭理他。好吧。那刚才我们说到哪里了？说到无极之约。你问我在迷雾石镇有没有发现什么？这么大声，不怕被聆听了去？叶痕熙老师，我们不是已经设置了屏蔽灵压的结界吗？事关重大，不能掉以轻心啊。叶痕熙老师，游不动他们再调息一会儿就能恢复过来了。之后，我们就去和云丹、申屠老师会合，然后嘛，就是去我们该去的地方了。明白了，去无极。不能泄露情报，不能泄露情报。山鬼瑶，咱们有言在先，我出关后，你不会是打算空着手见我吧？山鬼瑶，我要的东西，你没有忘记吧？要取出神坠，我还需要一些时间。如果不再需要这个神坠，请便吧。在我找到无极之渊之前，必须取出神坠。那不可能。你这么说，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们的合作终止了？恰恰相反，家爷，取出神坠这几个字，挂在嘴边是很容易的，但具体来说要怎么取，你知道吗？一开始，我只知道神坠中5种属性的元气都有，要取出神坠，就要让5种属性的元气达到平衡状态。莫仪体内的神坠是左师的，左师的元气属土，神坠里土属性元气最多，所以，我必须向神坠里输入其他4种属性的元气，去和土属性平衡，这样才有机会取出神坠。我除了将自己的金属性元气注入神坠以外，还注入了很多火、木、水属性的元气。这些元气，就是那些被我弄到媚谷的霞兰的吧？还有那些被我打败的霞兰的。既然这样，5种属性的元气你都有了，为什么神坠你还取不出来？这就是接下来我要说的。所有的元气注入神坠后，我发现那些元气过不了多久就会减少。在元气减少之前取出来不行吗？不行。一直以来，我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很久以前，我曾经看到过神坠的传承。当时，都是由即将隐退的前代守护者、新任守护者，以及另外3个神坠守护者，同时向神坠中注入元气，达到神坠中元气的平衡，以一个平衡的状态交给新的神坠守护者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单纯注入元气是不行的，关键是要其他神坠守护者来调控配合，达到5种属性元气的均衡，没错吧？而且整个过程需要一气呵成，不能中断。因此，
要取出莫夷体内的神坠，就必须通过5种属性神坠守护者之间的合作调控才行。说了半天，其实就一句话：只靠你一个人取不出神坠，是吗？山鬼瑶，我想，我们的合作不仅可以继续，而且我有预感，我们的合作会越来越好。取神坠的事情先告一段落吧，你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。不管用什么手段，务必搞清楚无极之渊的位置。这个任务对你来说就简单多了吧？你去找祝文和班郎，他们应该有些消息了。至于莫夷嘛，我会替你照看。9宫岭已确定了无极之渊的位置，云丹他们正在赶来会合的路上。申屠老师，我们接下来的任务是什么？我留在这里等他们，你们3个先回9宫岭待命。回9宫岭？我们不去无极之渊了吗？是啊，申屠老师，为什么让我们先回去？我们留下一定能帮上忙的。你们说，申屠老师为什么突然让我们回9宫岭呢？为什么不让我们去无极之渊？老师让我们这么做，一定有他的安排。哎，不管有什么安排，感觉我们什么都没做就回去了，真不是滋味。不能这么说，我们此行调查的情报已经传回了9宫岭，相信对破阵统领做出下一步的部署会有帮助的。而且，别忘了，我们找到那些灵力样本。申屠老师说过，一定要安全地带给破阵统领，这或许对加强无极之渊的封印有所帮助呢。好吧，护送任务听起来还不错，总算有点执行任务的样子了。小心！山鬼瑶，申屠，我没兴趣和你打，开门见山吧。无极之渊的位置，告诉我。休想！实话告诉你吧，一群霸凌已经包围了你那3个学生了。如果你说出无极之渊的所在，我就让霸凌放了他们。你就不能为自己的学生想想吗？他们是我的学生，是鸾天殿的精英。那又怎么样？那意味着，从成为侠岚的那一刻起，他们就已经做好牺牲的准备了。
申屠老师的，一定要保护好样本，保护好我们自己，安全回到9公岭。帝坤，天生桥。不对，3重天籁，第1重天明。小心！他们又来了，真是没完没了。这么耗下去，只会越来越麻烦。停手吧，你不是我的对手。把无极之渊的位置告诉我，我就放你走。按照他们说的情况，那么申屠一定也是遇上敌人了，而且对手很强。否则申屠不会让他们3个先走一步的。杜龙、霞路、莫弈，你们直接前往无极之渊，叶痕熙他们会在那里和你们会合。云丹老师，你不和我们一起去？我先去支援申屠，随后就来。九方，你们继续赶回9公岭。好。大家都小心一点，出发。山鬼瑶，你输了。我没工夫跟你废话。无极之渊在什么地方？你就死了这条心吧，山鬼瑶。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告诉你的。是吗？既然你什么也不说，那你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，霞兰。我说过，我们的合作会越来越好。你看，多么完美的配合，一击致命。怎么，看到昔日同伴牺牲，于心不忍了？哼，抓紧时间，在他咽气之前，得到无极之渊的情报。山鬼瑶，快，一定要得到情报！可恶！哼，不惜耗尽所有元气，凝固自己的血液，僵化自己的经脉，把自己化成一堆破铜烂铁，这样就失去了所有的感觉，也失去了所有的记忆。可恶的霞兰，变成尘埃，
也不让我知道无极之渊的所在。顽固的东西！山鬼瑶，大好机会，你就这么错过了，可惜呀。不过。 无极之渊的情报又有了。山鬼瑶，抓住他！云丹，无极之渊在什么地方？山鬼瑶，9宫岭所有人都视你为叛徒、敌人，认为你早就和灵一样，为了目的不惜一切。本来。 我对你还抱有希望，认为终有一天你会回心转意。但现在，我错了。没想到，你居然能眼睁睁地看着申屠，看着昔日的同伴被杀害，而无动于衷。那是因为申屠太不识时务。希望你不要像他那样。我宁愿像他那样。 云丹，你到这里来，就是为了说出这样的话来表现你的决心、你的不屈吗？可笑！视死如归就能够证明你是一个优秀的侠岚吗？视死如归。山鬼瑶，打倒你之前，我还不准备去死。打倒我？哼，这就是你的目标吗？ 一直以来的目标。哼！告诉我无极之渊的位置，否则就像杀掉申屠那样杀掉我吗？毒龙、霞露、木易，喂，云丹老师还有申屠老师他们呢，怎么没和你们一起？云丹，你我之间的实力差距，你应该很清楚。我不马上打倒你，是因为我更喜欢简单的方式。说吧，只要说出无极之渊在什么地方。 你就可以安全离开这里，我保证。你保证？山鬼瑶，你还记着霞岚的尊严，还记得曾经的誓言，还知道霞岚之名意味着什么吗？我早已不是霞岚，所以你不用拿9宫岭那一套来压我。你现在该做的就是告诉我无极之渊在什么地方，然后拼命地逃，躲起来。 活下去，那样的话，或许你还有机会把你嘴里这些尊严、誓言以及所谓的霞岚之名告诉其他的人。哈，我不想打断你们叙旧，但是山鬼瑶，如果你再不出手的话，原来是这样，叶黑仙老师，接下来我们毒龙、霞露、木易，你们先行前往无极之渊，我们去增援云丹。是，出发。
得到情报了吗？有些棘手。怎么，情报被封存起来了？封存在他有生以来的记忆之中。任何一个记忆的角落，都有可能是隐藏情报的地方。看来霞兰是早有防范呢。刚才是那个申屠，现在又是云丹，一个个的不惜一切也要守住情报嘛。作为人，情感越多，记忆越多。把情报封存在记忆里某个位置，作为外人想要找到，堪比大海捞针。但是，只要这根针确确实实在海里，我就能找出来。哼，那么3更之前，我给你无极之渊的位置。很好。这东西你已经用不着了。从这附近残留的灵力和元气来看，申屠和云丹遇上了贾叶，还有山鬼瑶。贾叶，山鬼瑶。陈月，探知这块匣蓝碟。叶寒溪老师，你是说这匣蓝碟里面有云丹老师留下的信息吗？陈月、碧婷，把探知到的结果传递给大家。抓紧时间，在他咽气之前，得到无极之渊的情报。山鬼瑶，快，一定要得到情报！可恶！大好机会，你就这么错过了，可惜呀。我会把目前的情况上报9公里，随后我们就要赶往媚谷。做好准备了吗？为什么先是扰龙老师，现在又是申屠老师和云丹老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一下子都……游不动。当初我刚成为4象侠岚的时候，和你们一样，有很多好奇，甚至有些兴奋，就开始了进入鸾天殿的第1课。但我没有想到的是，那堂课，左师老师带着我们去了君天殿广场，在那里，我明白了。从成为侠岚的那一天开始，就要做好随时牺牲的准备。我记得老师当时这么说道：每一个人都身处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，而在这个时代，是选择安逸的生活，还是选择苟且偷生，还是为了守护光明而舍命斗争，都取决于自己。我们选择了成为侠岚，
选择了站在这里，那么就把眼泪化作力量吧。出发！是。经过短暂的休整，我们准备动身前往无极之渊，但没想到的是，意外发生了。申屠老师遇害，云丹老师被抓到了魅谷，命悬一线。接下来，我们将要前往魅谷，营救云丹老师，阻止灵的行动。相信大家都知道，贾叶所有行动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抢夺神坠，解开封印，释放穷奇。一边去。没错。所以神坠是霞兰誓死都要守护的东西，比霞兰的生命还重要。那么今天的霞兰特别篇，我们要讲的主题就是神坠。耶！说到神坠，我们先来做一个总结。到目前为止，9个神坠，9宫岭被夺走了4个。第一个是当年山鬼瑶在神坠守护者选拔中夺走的神坠。第2个是我爷爷的神坠。第3个是左师老师的神坠。最后一个是贾叶在神坠试炼时夺走的破阵统领的神坠。剩下的5个神坠由易恒熙老师、浮丘老师、钟馗老师、紫妍老师以及天净沙老师5人守护着。关于神坠，值得一提的是，易恒熙老师在任务途中为我们上了非常重要的一课，加深了我们对神坠的了解，也更加清楚了保护神坠的重要性。易恒熙老师，我们准备好了，出发吧。你们先坐下，在出发前，我还有些话要告诉你们。接下来，我要告诉你们一些有关神坠的重要信息，你们一定要仔细听好。神坠？虽然你们还不是神坠守护者，但也一直在努力地守护着神坠，为了阻止灵、阻止贾叶而战斗着。你们的勇气和决心不容置疑。眼下，霞兰和灵势必会有一场大战。有关神坠的情况，我想是时候告诉你们了。展池，你还记不记得以前我说过的神坠是什么？记得。在第1堂课的时候，易恒熙老师就说过，神坠是9位上古霞兰铸成的，里面蕴含着上古霞兰的精纯元气。上古霞兰就是靠神坠镇住了穷奇。上古大战之后，神坠一代代的流传了下来，由后代霞兰保管。那些拥有神坠的霞兰，就是神坠守护者。要成为神坠守护者，首先要经过层层选拔，晋升为太极霞兰，最终通过神坠守护者选拔出新的神坠守护者。哇哦！在选拔出新的神坠守护者后，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神坠的传承。传承仪式最关键的一步，就是从上一代守护者体内取出神坠。取出神坠的步骤，需要即将隐退的上一代守护者、新任守护者和另外3个守护者同时进行。叶恒熙老师，我记得在七星种执行第1次任务时，还有破阵统领开启神树扶桑的时候，你们都是独自完成取出神坠的过程的。那个时候，为了骗过5败之破，您很轻松的就取出了神坠。当时，展池还对您的月竹玉佩说3道4。喂，说话要有根据啊！是真的，展池，你不记得当时的话了吗？啊，有这事儿？然后就是在扶桑广场的那一次了。当时我们都不知道要在那里进行试炼。是啊，因为你也知道，
当时扶桑广场上实在不像是个能打架的地方。对啊，直到破阵统领取出神坠，并将神坠放到扶桑树中，我们才恍然大悟呢。你说的没错。不过，当时我和破阵统领只是一般性的将神坠取出或封入体内，那样的话，只要平衡神坠内的元气就可以了。平衡元气？没错。每一个神坠中都蕴含着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5种属性的元气。在我成为神坠守护者的时候，神坠内的5种元气处于平衡的状态。是不是说，只有在神坠内的5种元气处于平衡状态的时候，才能封入体内或者取出？正是这样。但时间一长，随着我自身的成长，我的木属性元气在不断提升，所以神坠内木属性元气会逐渐增多。要从体内取出神坠，我就必须让神坠中5种属性元气达到平衡的状态。那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达到平衡的状态呢？办法嘛，就是提取出神坠内过多的木属性元气。但神坠的传承就比我刚才那样困难多了，因为传承意味着托付。上一代神坠守护者把自己毕生守护的东西托付给后人，而要更好地保护神坠，就要做到一代比一代强。所以，传承并不仅仅是取出神坠交给新任守护者那么简单。在传承中，平衡是以上一代守护者元气的量为标准的，也就是说，以神坠中量最多的那种元气为标准，让其他的元气也增加到与其持平。这样一来，要想随心所欲控制神坠，就会更加困难。但是，这正是新任守护者需要通过的最终考验。一旦成功地控制了变得更强的神坠，传承仪式也就结束了。好了，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叶痕熙老师，刚才你说的关于神坠传承的仪式，山鬼瑶知道吗？山鬼瑶当年是通过非正常手段抢走神坠的，所以我无法确定他是否知道这些。如果山鬼瑶知道，还告诉了贾叶，那就麻烦了。那叶痕熙老师，封在我姐姐体内的是左师老师的神坠，对吗？那左师老师的元气属性是土属性，山鬼瑶是金属性，只凭他一人的力量是取不出神坠的。可要是一直取不出来的话，对展翅的姐姐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吗？本来，把神坠封入普通人体内是绝对没可能的。左师老师一定是不得已而为之。按理说，普通人是承受不住神坠能量的。山鬼瑶一直做的，至少是在尽可能的稳住神坠，否则，一旦神坠出了问题，人和神坠都保不住。这样的结果，对他没有好处。没错没错，展翅，别担心。对，你一定能救出姐姐的。好了，虽然山鬼瑶和贾叶他们暂时无法取出神坠，但接下来的任务越来越关键，我们还是要提高警惕，以应对接下来可能出现的种种危机。对，通过伊痕熙老师的详细讲解，相信大家已经了解了神坠的由来，以及取出和传承神坠的具体过程了。展翅、芊芊、陈月，知道了。来了，陈月，我们走。我们马上就要出发，前往媚谷去营救云丹老师了。那么这次的霞岚特别篇就到这里了，下次见。喂，等等我呀！
你准备怎么做？进入云丹的回忆，然后寻找线索，找到无极之渊的位置。需要多久？如果没人打搅的话，也许会快一点。好，我等你的消息。云丹，不错嘛。这种可能泄露情报的回忆，你封锁了关键信息，封锁了你们的关键对话，真是谨小慎微呀。不过没关系。我想要的，我就一定会找到。破阵统领，我也是金属系侠岚，为什么不让我去执行侦察任务？云丹，这个任务你就不要参与了。我不希望你意气用事。意气用事？统领指的是我对山鬼瑶的态度吗？没错。我一直不相信山鬼瑶会背叛9公里。在绝气逆空中，山鬼瑶曾经对易痕熙手下留情。进攻9公里时，他不仅放过了我，在和申屠以及那几个思想侠岚交手时，山鬼瑶也没有下狠手。你是想说，没有一个侠岚死在山鬼瑶手里，是吗？这次贾叶大举进攻9公里，那些离我们而去的侠岚，他们的牺牲，你能说与山鬼瑶无关吗？如果不是山鬼瑶用绝气逆空阻止了易痕熙，纣就无法带回黑暗之土，也就无法附体归海。那么，贾叶进攻9公里的整个计划就无法展开。神坠也就不会被夺走，更不会有这么多的侠岚牺牲。云丹，你先回阳天殿待命吧，有任务我会通知你的。是，统领。不在这里。破阵统领，易痕熙老师传回消息，申屠老师遭遇了贾叶、山鬼瑶，已经牺牲了。云丹老师被抓到媚谷，生死不明，
伊恒西老师带着4项侠岚，正在前往营救。另外，伊恒西老师还提到，栾田殿的4项侠岚九方、昆吾、地莲正带着灵力样本赶回9宫岭。伊恒西老师，山鬼瑶要想找到情报，就必须进入云丹老师的回忆室吗？没错，他需要进入云丹的回忆，逐一寻找，逐一排除。那我们还来得及对吗，伊恒西老师？但愿如此。山鬼瑶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自己看。投降吧，把神坠交出来，我给你一个解释的机会。解释？解释什么？解释这一切都不是出于你的本意。本意？没错。即便过了这么多年，我还是不相信我认识的那个山鬼瑶会是一个叛徒。哼，听你这么说，你好像很了解我嘛。曾经我觉得我很了解你。那时，你宁愿自己饿着肚子，也要把吃的分给那些可怜的小狗。我从你的眼中看到了善良的本性。善良，本性。得了吧，云丹，你居然把我现在的所作所为和儿时的琐事扯在一起，真是可笑。不过，一块火烧要是真能说明点什么的话，那也只能说明一点：我要抢走的东西，我一定能抢走。这里也没有。不过，我要抢走的东西，我一定能抢走。云丹，你究竟会把无极之渊的情报藏在什么地方呢？哎，怎么搞的？我的霞岚蝶哪儿去了？哎，没有霞岚蝶，我可就没有办法参加4项生两仪的比赛了。真没想到啊，你也是我们店的，怪不得看你有点眼熟。哼，谁和你一个店的？谁和你眼熟啊？
哦，哼，反正我也是鸾天殿的，你要不和我一个殿，那就随便你喽。你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啊，我的霞岚蝶，原来是你拿走了。哎，这算不算了不起呢？好吧，我拿了你的火烧，你拿了我的霞岚蝶，扯平了。哼，我们走。霞岚蝶。原来你买火烧是为了这些无家可归的流浪狗，看不出你这家伙心眼还挺好。多管闲事。嘿，这里也没有。那时，云丹应该是捡走了我的霞岚蝶。山鬼妖，这次你跑不掉了。云丹，你怎么会？明明被你打倒了，怎么会还有意识？山鬼妖，你向来都看不起别人，这次你真的太小看我了。可恶！不惜耗尽所有元气，凝固自己的血液，僵化自己的经脉，把自己化成一堆破铜烂铁，这样就失去了所有的感觉，也失去了所有的记忆。可恶的霞岚，变成尘埃，也不让我知道无极之渊的所在。顽固的东西！山鬼瑶，大好机会，你就这么错过了，可惜呀。不过，糟了，被发现了。要想对付他们，我绝对没有胜算。该怎么办呢？不管怎样，无极之渊的情报一定要想办法守住。哼，无极之渊的情报又有了。你是有意现身的？是。你知道会被我打倒？知道。知道会被我捉走？知道。知道我会来你的回忆之中找寻情报？知道。那么，你这样做，是想在这里，在你的回忆里和我决一死战？山鬼妖，我已经说过了，你太自大了。你不是要决战，
那你要做什么？我把无极之渊的秘密藏在了我的记忆深处，藏在了当初你落下的霞岚碟上。本来我以为你已经忘记了这段过去，就算找回到这里来，也不会发现异常。没想到，你还是发现了。但是，发现了不代表你就能把这段情报带走。我会把你困在这里，让你永远也出不去。等贾叶看到我们不能动弹的身体，会认为我们同归于尽了。那时，我至少打败了你。为左师老师，为所有被你害死的霞岚报了仇。山鬼瑶，在外面我无法战胜你，可是在这里，我却可以把自己的回忆变成囚牢，永远的禁锢你。没想到云丹会来这么一手，一定不能被他困在这里，否则……放手！放手！放手！我不会让你走，不会让你逃出去的。泽对，鬼沉珠。山鬼瑶，你的心已经坠入黑暗，无药可救。得手了吗？那么，把他丢进万藏洞吧。山鬼瑶，你的心已经坠入黑暗，无药可救。你又何尝不是呢，云丹？无极之渊的位置已经确定了，现在就差取出那莫夷体内的神坠了。如果得不到那个神坠，之前所做的一切都是白费。那些神坠守护者一定会前往无极之渊的，干掉他们，然后抢走神坠。山鬼瑶，我记得你说过，神坠中5种属性的元气都有，要取出它，就得让这5种属性的元气达到平衡状态，而且需要其他的神坠守护者来调控配合。莫夷体内的神坠是左师的，左师的元气属土，
神坠里土属性元气居多，要取出神坠，需要其他神坠守护者来调控配合。既然这样，山鬼瑶，你带上莫仪和祝文班郎一起前往无极之渊。可是莫仪体内的神坠，哼，这个心就让我替你来操吧。闭气。前面就是媚谷了。陈月、碧玲，探知一下，有没有云丹老师的元气反应？按说，我们越接近媚谷，云丹老师的元气反应应该越强才对。可是现在什么也感觉不到了。好强的灵力！隐蔽。奇怪，不过是一只霸灵，怎么会有那么强的灵力？祝文、伴郎，气魄里的祝文和伴郎。山鬼瑶，他怎么也在这里？山鬼瑶出现在这里，和祝文、伴郎以及这么多的霸灵集结在一起，难道说他已经知道无极之渊的位置了？云丹，姐姐。姐姐要被他们带去什么地方？那个方向是无极之渊。无极之渊？难道他们已经取出姐姐体内的神坠了吗？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。展翅，别慌。展翅，展翅。
不行，不行！叶肯熙老师说的对，现在的情况说明不了什么。我不能贸然去救姐姐，否则……祝文、班郎，还有山鬼瑶，差不多是倾巢而出了。叶恒熙老师，他们倾巢而出，前往无极之渊。现在，正是我们潜入媚谷的好机会。救出云丹老师，再一起追上去，截住山鬼瑶他们。叶恒熙老师，刚才林的队伍里面，没错，还有个人没有出现。贾叶。是啊，刚才没有看到贾叶，也没有感到贾叶的灵力。灵大举出动，前往无极之渊，贾叶却没有出现。除非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可眼下，还有什么能比无极之渊更重要呢？如果说比前往无极之渊还重要，那只可能是开启无极之渊了。我记得破阵统领说过，需要3个神坠才能解开无极之渊第1层。姐姐现在和他们在一起，说明神坠还没有取出来。贾叶手上可用的神坠仍然还只是2个。贾叶会不会是在想办法取出神坠？云丹现在生死未卜，如果我们贸然潜入媚谷，顺利的话，就如千钧所说，救出云丹，一起截住山鬼瑶等人。但如果事情没那么顺利，比如我们也被困在媚谷，现在就没有人能够阻拦山鬼瑶他们了。破阵统领加强无极之渊封印的阵势尚未完成，山鬼瑶他们很可能抢先达到无极之渊。现在，无极之渊那边暂时只有毒龙、霞露、木易3个人防守。我决定对灵展开突袭，阻止他们前往无极之渊。陈月，召唤海东青，把情况告知9宫翎。是。接下来的行动，展池、千钧、陈月，你们3个去阻截山鬼瑶他们，解开闭气。解开闭气。不知道申屠老师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？希望老师平安无事。稍等。很好，灵力样本，我们正需要它。样本中包含了5种属性的灵力，有了它，加强无极之渊封印的阵势，就能更有效地识别与阻隔灵力。破阵统领，申屠老师的事情，是否要告诉9方他们？
继续，元气再加强一些。迷雾石阵，无极之渊就在这里面了。他们刚经过不久，继续追，小心！山鬼瑶他们已经走远了，你们追不上。不见得吧？谁告诉你我们只有3个人？解开闭气。山鬼瑶的目的很明确，就是前往无极之渊，所以他不会和我们缠斗。一旦发现我们，必然会设下层层阻拦。追击战中，对于双方来说，时间都是最重要的。就像山鬼瑶会选择最快摆脱我们的办法一样，我们要用最短的时间追上他才行。所以，听我的安排。伊恒熙老师，利用你们在明，我们在暗的优势，派出我们3人来诱敌，分散你们的力量。算起来，伊恒熙老师应该已经追上他们了。9公岭没人了吗？就凭你们3个也想来阻拦我？有点意思了。云丹在哪儿？你先打倒他，再来问我吧。叶恒熙老师，你快去追山鬼瑶。对，这家伙就交给我们了。这家伙有点不对劲儿，小心点，别跟他硬拼。喂，你的对手是我们。说起来，你们的计划还不错。
完美还差一点，那就是你们遇到了错的对手，而这一点却是致命的。小心！千钧，你没事吧？朱文是金属性，这场战斗由展翅主攻。好，我从侧面发动攻击，分散朱文的注意力。千钧看准时机，进行策应。天谴，蝶舞！朱文的身后暴露出了空档，就是现在！千钧，哼，我说过，你们遇上我，那可是致命的。千钧，你怎么了？明玄，你说什么？被我的灵术明玄击中，首先全身麻痹，无法纳气。随之意识被扰，恶念作祟。千钧，最后心境崩塌，灰飞烟灭。千钧，千钧，千钧！火离耀月！嘿！哼！我才刚刚有了兴致，你们就擅自离场，这可不太好啊！展翅，现在怎么办呢？千钧他这个样子，心境崩塌，灰飞烟灭。也就是说，只要不让千钧的心境崩塌，一切都还有救。陈月，展翅，我要进入千钧的心境，唤醒他。只要他能够清醒过来，那心境就不会坍塌，千钧也就不会有事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了，展翅？我进不去。是？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千钧的心境好像被封闭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在这儿躲不了多久的。可一时半会儿又没办法唤醒他，该怎么办呢？给我出来！
像只是试探性的攻击。发现的。照顾好千钧。什么？你想做什么？我去引开朱文。太危险了。 你有机会，你带千钧先走。忘了吗？我最讨厌坐以待毙了。一定要小心。嘿，千钧，快醒过来吧！ 这是什么地方？这里是我的心境啊！嘿。 火离耀月，只有这点力量。就凭这点本事，你是打不倒我的。 灵力，这么说，你就是贾叶大人所说的那个有灵力的侠岚？你怎么会有这么强的灵力？
脱离耀域。水砍，冰封破！这些是什么东西？是恶念，他们都是你心中的恶念。好久不见了，你是？怎么，不会把我忘了吧？五败之散战斗的时候，我们可是见过面的。我知道你是谁，但是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怎么会在这里？我一直就在这里，从你父亲，哦不，从我们的父亲去世的时候就开始。什么？好好想想，当时我是怎么对你说的？没错，这里叫做噬心魔窟。凡是进入到这里的人，都会遇到一个看起来和自己一模一样的敌人。这个敌人，就是来自于你心中最深的那片阴影。我心中最深的阴影。没错，我就是你心中最深的阴影。散的灵术，只不过是把我实体化。其实我一直就在你的心境之中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想起来了吧？那么你也一定想起另一件事了吧？那就是你永远也战胜不了我，除非你能消除心中的仇恨，放弃为父亲报仇的念头。这次不一样了，我比以前更强了，比以前更强了。没错，不过我也一样。别忘了，我就是你，你就是我。水砍，冰封破！变强了。水砍，炎冰铲。从现在开始，一切都要听我的了。白费力气。告诉你吧，你保护不了你的同伴。你说什么？不管你怎么努力，怎么拼命，你那个同伴已经醒不过来了。你什么意思？哼，除非他能战胜自己，不过那是不可能的。哼，就像你，虽然拥有灵力，但面对亲人的离去，却同样无能为力。你太弱了，足够打倒你了。那贾叶大人呢？你也能打倒他吗？你这种程度的灵力，是不可能战胜贾叶大人。你救不了你姐姐的。怎么，不服气，不甘心是吗？听说你曾有过几次救她的机会呢？哼，可后来呢？哼，好像都没有下文呢。
没错，凭你现在的灵力，可以打倒我。但要想打倒贾叶大人，你还要变得更强。变得更强。想知道办法吗？想知道吗？变得更强的办法，提升你的灵力，超越贾叶大人，救出姐姐。你不想知道吗？我可以告诉你，灵力。什么？灵力？大声点儿！提升灵力。我听不清。救出姐姐的办法，大声说出来。怎么样，才能提升灵力，救出姐姐？变成灵。变成灵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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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变成灵。只要变成灵，你就有机会救回姐姐，甚至打倒贾叶大人，取代他的位置。你们到底为什么要抓我的姐姐？你们想把我姐姐怎么样？贾爷大人没告诉过你吗？那丫头迟早会变成祭品。住口！你胡说，胡说！糟了！战痴，挺住！你就这么认输了吗？战痴，不要放弃！站起来！站起来！挺住！战痴，你就这么认输了？站起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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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悟性不错嘛，放开一切吧。元气帮不了你，霞岚帮不了你，灵力才能使你解脱，灵力才能使你挣脱束缚。让灵力彻底释放，不要控制它。我已经感觉到你那强大的力量了，变成灵吧，然后拥有最强的力量。变成灵，变成强大的灵，拥有打倒上鬼瑶的力量，超越贾叶大人的力量。变成灵吧，拥有救出姐姐的力量。变吧，变成灵吧，变成灵吧。虽然我输给了你，但却使你变成了灵，划算。好强的灵力啊！战痴，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真的要丢下战痴，带千钧离开吗？我该怎么办？出拳吧，用你的灵力向我进攻吧！还犹豫什么？你已经是个灵了。出拳呐！灵是没有感情的。